日本这个曾经亚洲经济奇迹，在上世纪90年代初，却遭遇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房地产泡沫崩溃。一夜之间，无数人失去了全部家当，甚至选择了自尽。这场灾难的背后，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故事？日本人又从这场惨痛的教训中悟出了什么道理，让他们至今仍然铭记在心？日本房地产市场的疯狂。俗话说物极必反，日本房地产泡沫的形成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。上世纪80年代中期，日本经济正处于高速增长的黄金时期。1985年，美国为了遏制日本经济的崛起，与日本、德国、法国和英国达成了广场协议。这个协议导致日元汇率大幅升值，大量国际热钱涌入日本，同时也释放出更多的日本制造业资金。面对这么大量的资金，日本央行却长期维持低利率政策，为房地产泡沫的形成提供了温床。在这种环境下，日本企业和个人纷纷将目光投向了房地产和股票市场，希望通过投机获取高额利润。当时东京的房价飙升到了令人惊叹的地步，东京皇宫所在地的1平方米土地价格甚至超过了1亿日元。有很多企业甚至不惜举债也要购买地产，而普通民众则纷纷贷款买房，希望能够搭上这趟快车一夜暴富。但是就在疯狂追逐房地产利润的同时，日本的实体经济却日渐衰退，制造业大量外移，出口竞争力下降。但在房地产和股票市场的繁荣面前，这些问题却被掩盖了。他们还出台了一系列刺激房地产市场的政策，如放宽土地使用规律、延长住房贷款期限等，进一步推高了房价。就这样，在政府、企业和民众的共同推动下，日本房地产市场越来越像一个巨大的泡沫，而所有人都沉浸在这场疯狂的盛宴中。没有人愿意去思考泡沫破裂的后果。当泡沫越吹越大时，破裂也就成了必然。1989年，日本股市率先崩盘，紧接着房地产市场也开始崩塌，繁荣的梦就此破碎。日本经济的崩塌，日本房地产泡沫的破裂，就像一场突如其来的地震，将这个国家的经济震得体无完肤。回溯到80年代，日本银行对房地产业的大量贷款，成为了这场灾难的导火索。当时，日本银行为了刺激经济，大幅降低了利率，并对房地产业放宽了贷款条件。这就如同在泡沫上注入了大量的空气，让它急剧膨胀。在宽松的货币政策下，房地产投资的热度不断上升，开发商争相购地建房，银行也乐于提供贷款。1985年至1990年间，日本银行向不动产业提供了贷款总额高达50万亿日元，占全部贷款的40%以上。房地产的繁荣也带动了日本整体经济的高速增长。上世纪80年代末，日本经济的体量一度超过美国，成为世界第2大经济体。狂热的日本民众甚至开始大量涌入美国市场置业投资。那时人们笑称，卖掉东京就能买下整个美国。但是这一切繁荣都建立在泡沫之上，是如此的脆弱不堪一击。1990年，日本政府终于意识到房地产市场的过热，开始采取措施给泡沫降温。他们收紧了货币政策，提高了利率，并对房地产贷款进行了限制。这就像是一根针，刺破了那个巨大的泡沫。1991年，东京的地价暴跌了60%，
大阪的地价则下降了50%。无数购买了高价房产的企业和个人，瞬间资产缩水，甚至负债累累。许多企业因无法偿还银行贷款而破产。据统计，1990年至2003年间，日本企业倒闭的数量高达18万家。那个曾经让日本人引以为傲的日本经济奇迹，就这样轰然倒塌，令世界震惊。日本社会的巨变，这不仅仅是一场经济灾难，更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巨变。它撕裂了这个国家的社会结构，动摇了人们的价值观，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创伤。大量企业和银行破产，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。企业无力偿还贷款，导致银行的不良债务急剧增加，而银行的破产又进一步加剧了企业的资金困境。据统计，泡沫破裂后的10年间，日本有数万家企业倒闭，银行的不良债权率一度高达 8.4%。 企业的大规模破产也带来了失业潮的汹涌而至。1991年至2002年间，日本的失业率从 2.1% 上升到 5.4%， 达到了战后的最高水平。大量中年男性失去了工作，成为了所谓的中年失业主。这不仅仅是经济问题，更是一个沉重的社会问题。更可怕的是，泡沫经济扭曲了人们的价值观。在疯狂的投机氛围下，许多人开始追求一夜暴富，不再相信勤劳和实业的力量。社会道德风险增加，经济犯罪频发。1991年，日本经济犯罪案件达到了战后的最高峰。当泡沫破裂，梦想破碎时，许多人却发现自己已经陷入了债务的泥潭。在巨大的经济和心理压力下，许多人选择了自杀这条绝路。1998年，日本的自杀人数达到了 3.2 万人，创下了战后的最高纪录。在东京，甚至出现了专门为自杀者举办葬礼的自杀殡仪馆。这个国家笼罩在一片悲痛和绝望之中。日本经济的反思，日本房地产泡沫的破裂，给这个国家上了一堂惨痛的经济课。它揭示了泡沫经济的风险，也给世界各国敲响了警钟。在泡沫形成的过程中，日本政府对经济调控的时机把握不够敏感，未能及时应对房地产市场的过热。当政府最终决定采取行动时，为时已晚，泡沫已经到了难以控制的地步。这提醒我们，面对经济泡沫，政府必须保持高度警惕，及时出手干预。经济破裂后，日本经济陷入了长达30年的低迷期，这被称为失去的30年。在这30年中，日本经济增长率低于 1%， 远远落后于其他发达国家。这种长期的经济衰退让日本深刻认识到，经济的真正动力在于实体经济的发展。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不仅影响了日本自身，也给亚洲乃至全球经济带来了冲击。上世纪90年代，亚洲爆发了一场金融危机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日本经济的衰退导致了区域性经济的不稳定。而日本作为世界第2大经济体，其经济增长的放缓也成为了全球经济复苏的一大障碍。日本的教训给世界各国上了一堂生动的经济课，它警示我们，经济发展不能依赖泡沫，而要立足实业。经济政策要注意公平，让发展成果惠及大众。面对经济危机，要及时、果断、全面。这些启示对于今天的我们仍然具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您能够看到最后。
如果觉得今天的分享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请点下一个免费的赞。我们下个视频见啦！